2024美国人的童年阴影，布袋人惊悚来袭。小孩子如果放进自己的阿贝贝，就会被恐怖的布袋人放进布袋中抓走。小女孩因为路过矿洞，看见了奇怪的东西，从此开始做噩梦。父亲得知后，便将女儿小时候经常玩的毛绒玩具拿了出来，希望能够起安抚的作用。女儿只是看了一眼，便将破旧的娃娃放弃了。她刚走的没几步，路灯开始闪烁起来，女儿的心中感到一阵恐惧，于是连忙去工具房寻找父亲，却发现父亲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脸上还留下了几个奇怪的指印。女儿更加凑近查看，却被身后的一个奇怪男人抓住，随后快速的塞进了布袋之中。随着拉链缓缓拉起，小女孩也彻底消失，被麻醉的父亲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传闻这种布袋人居住在废弃的矿洞之中，帕特和发小利亚姆不听大人劝告，一同来到了矿洞前冒险。本来帕特有些恐惧，但在钟爱木雕的他却被洞口的野莓树吸引，于是帕特便决定取下一截树干作为自己接下来要用的木材。然而在他准备割木材时，一个奇怪的男人手着剪刀缓缓靠近。帕特看清对方恐怖的模样后，吓得跌坐在地上。这一幕也成为了他的童年阴影。即便帕特如今已经成家了，他仍旧觉得布袋人无处不在，甚至还有可能抢走自己的孩子。帕特的直觉显然是有根据的。这天，帕特的妻子多了在家带着儿子杰克，他为了专心的工作，便让儿子多了坐在秋千上玩耍。无聊的杰克突然发现一旁的草丛里出现了一个木偶在向自己招手，杰克好奇的走过去查看，一路跟随着木偶来到了附近的树林中。杰克还不知危险正在逼近，正在自顾自的吹着笛子。母亲发现杰克不见踪影后，立刻在附近寻找了起来。在杰克即将落入木偶的陷阱时，母亲找了过来。当他将杰克抱走时，却发现儿子正在开向高处的树干。母亲好奇地望了过去，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便带着杰克回来了。在母子俩转身离开时，树干上一只干枯的手慢慢缩了回去。夜晚帕特回家后，妻子梅根将今天差点弄丢儿子的事情讲了出来。帕特安慰了妻子时，房子中的灯光突然闪了一下。夜晚帕特发现自己的创意刺剑没有被审批下来后，愤怒地将手中的刀摔成了两半。帕特发现这个从小就陪伴自己的刀具坏掉后，失落了一阵，便将它当作垃圾扔掉了。突然，帕特发现儿子竟然对着空气在说话，他连忙走进房中查看，误以为是小孩子的天马行空，于是帕特便哄着儿子躺了下来。他准备开窗透气，突然发现有个奇怪的物体撞在了玻璃上。帕特见状，立刻紧闭着窗户。他确认了儿子睡下后，便准备离开了房间。在帕特准备关灯时，灯光在这闪烁了几下，突然窗户处传来了异响。准备关窗户的帕特似乎发现了恐怖的存在。夜里由于帕特多次听到了拉链的声音，他甚至担心到无法入睡。随着孩子的哭声传了过来，夫妻俩一同紧张地来到了2楼查看，仍旧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帕特再次听到了异响，于是他手持武器追了出来，却只看到了摇晃的秋千。帕特彻底愤怒了，他大声呼唤着入侵者，却再次听到了布袋拉链被拉开的声音。帕特的眼中瞬间充满了惊恐，他再次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阴影。第二天，帕特直接报了警。警察搜寻了一圈，根本没有发现入侵者留下的痕迹，只是房顶上多了一些木材边角料，很显然有人试图投掷木材，用来吸引小孩的注意。接下来，夫妻俩按照警长的要求，将家中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丢失了什么。反倒是帕特惊恐地发现，自己小时候就在矿洞入口处的木雕，现在出现在了自家垃圾桶中。帕特询问妻子此事，对方却对木雕一无所知。妻子趁机提议帕特给儿子换一种玩具。如今杰克只对笛子情有独钟，总是发出令人烦躁的响声，帕特只能将笛子藏了起来。夜晚，杰克一直吵着要笛子，帕特被吵烦了，找再的起身去寻找笛子，却发现原本被自己放在一边的笛子已经不见踪影。此时只能杰克一人的浴室中，灯光在这闪烁不定。突然，一个木偶的身影出现在了浴室的玻璃上，浴室的门也被关上了。帕特意识到异常时，一双干枯的手正在奋力地将浴室的窗户往上抬起。等到帕特闯进来时，浴室窗户紧闭着，并没有被人打开的痕迹，但是灯却被关上了。夜里，帕特越想越奇怪，于是便决定将孩子抱到身边睡。帕特突然被房间中安保系统的铃声吵醒，他出门查看，发现储物室的门被打开了。于是帕特找出手电筒，谨慎地检查了四周，却发现一个椅子上多了一个木偶。木偶的穿着打扮正和帕特小时候去矿洞探险时穿的一模一样。木偶突然发出嬉笑声，被吓到的帕特直接将其扔了出去。等帕特回房间时，他发现家门已经被自动重置的安全系统关上了。不想打扰妻子的帕特只好来到了后门，从狗洞处钻进了半个身体。他刚伸手想要开门，却发现客厅的房顶上趴着一个人。帕特匆忙地打破玻璃闯了进来后，那个奇怪的人突然消失了。第二天，警察再次来到了帕特家中，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入侵者留下的痕迹，就如同人凭空出现又消失了一样。帕特只觉得心中愈发不安了，他将自己的遭遇倾诉给了朋友，朋友却认为是帕特压力太大，因此产生了幻觉，于是便建议帕特去放松一下。于是帕特十分听劝的带着妻儿来到了公园散心。儿子杰克递来了几张纸，别人吃着玩偶给他的礼物。帕特的妻子打开查看后，发现是一个男孩在矿洞口割树干的场景，气得顿感不妙，立刻去寻找儿子。他透过滑梯缝隙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正缓缓地打开布袋，准备将杰克装进去。帕特猛然惊醒后，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场噩梦。帕特最终选择在妻子的陪同下接受了心理医生的治疗。医生曾为年幼的帕特做过心理疏导，甚至他有着被布袋人支配的恐惧。帕特一家搬到这里后，
父亲带着他看过一个废弃矿洞，并将里面住着布袋人的事情告知了帕特，警告了他不要靠近洞口。传闻中，布袋人喜欢夜晚捕猎，他专门寻找那些懂事的孩子下手，并且以他们的恐惧与不安为食。更为恐怖的是，布袋人能够麻痹大人们的知觉，众多的大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布袋人将孩子引诱到巢穴中。等他们的恐惧达到极点时，布袋人就会将猎物装进布袋中。为了帮助帕特治疗，父亲才决定先将杰克交给小姑照顾。随后，他们开始讨论起了这个童年阴影。帕特回忆起父亲曾经告知过自己破解的方法。布袋人如果确认目标后，会一直缠着那个孩子，直到将他装进布袋中。但是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每个孩子都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可以将不起眼的东西赋予能力。他们小时候的爱好之物就是对抗布袋人的武器。对帕特来言，他的武器就是用来做木雕的小刀。Now you keep this close to your heart, and he cannot touch you. 杰克的武器则是那个发出噪音的笛子。希特得了此仇，忍不住有些自责。如果不是自己嫌弃噪音，那么保护儿子的笛子就不会失踪。因为小姑一脸欣慰地看着杰克入睡，却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她走进卧室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小姑却不放心，她立刻给守门人打去电话，询问是否有人闯入。守门人表示没有发现异常时，小姑的房间中突然停电了，所有门口传来了声响。小姑警惕地拿着武器防守，却不料下一秒门锁竟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给拧开了。小姑瞬间怂了，她立刻来到厨房拿起菜刀防身，接着抱着杰克躲进了衣柜之中。小姑试图通过柜门向外张望时，面前的衣柜门突然被外力打开，布袋人伸手捂住了小姑的脸，导致她站着像瘫倒在地上。所有布袋人便走向了藏有杰克的位置。帕特夫妇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幸运的是警察及时赶来，小姑和孩子都没出大事。原来守门人发现小姑所在的那一层停电后，就立刻上楼查看情况，因此布袋人被惊动离开了现场。警察提起了4年前曾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子，绑架犯同样在一位父亲的脸上留下了奇怪的疤痕，彻底麻痹了他的运动神经。瘫痪在地的父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塞进了布袋之中。为了防止绑架犯再次闯入，帕特举家搬进了朋友家中，警察也在房子外面彻夜巡视。即便如此，帕特心中仍旧十分不安。因为帕特睡前特意查开了眼监控，却发现布袋人竟然赶了过来。他对着镜头十分挑衅地将杰克装进了自己的布袋之中。未清醒的帕特立刻追了出去，他嗅到发现朋友已经晕倒在地，觉得房子外面的警察也晕倒了一片。心急如焚的帕特只能独自追赶着布袋人，朝着那个废弃的矿洞中跑去。直到洞里面传来了杰克的呼救声，帕特听到后立刻毫不犹豫地追了进去，并在求救声的引导下来到了矿洞深处。这里正是布袋人的巢穴，石壁上点亮了无数蜡烛，照亮了漆黑的洞穴。这里面有许多笼子，里面分别装着一件小小的玩具。在不远处的一个石洞中，帕特发现了布袋人的大袋子，正悬卧在半空。帕特缓缓地拉开拉链，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木偶。随着机械齿轮转动，儿子的声音便被播放了出来。帕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原来布袋人一直想抓的是帕特。帕特决定为儿子铲除隐患，便四处寻找着布袋人的踪迹。突然，一只枯瘦的手从洞穴中央的裂缝处伸了出来，捂住了帕特的嘴后，将他进行了麻醉。接着，布袋人扭曲着身体从岩壁中钻了出来，他的手上还拿着被帕特扔掉的小刀。帕特见状后悔不已，他将本能保护自己的武器丢掉了。 First, he steals a lock of your hair, so he always knows where to find you. And then he taunts you, feeds off your fear. It's the good kids he wants, the shiny ones and the dreamers. And once they catch his eye or grab his fancy, he won't rest until he has them slung over his bony shoulder, screaming for help that's never gonna come. 布袋人从怀中拿出了杰克的笛子，一边吹奏一边蚕食着帕特的痛苦。等到吃饱喝足后，布袋人缓缓打开布袋，此时帕特终于够到了小刀，于是他狠狠地将武器按进了布袋人的喉咙里。帕特从麻痹中缓缓恢复知觉，立刻顺着矿道往外走去。他即将走到出口处时，布袋人却再次缠了上来，帕特和他缠斗在了一起。他将夺来的笛子奋力地扔到了洞外，打斗期间，布袋人的帽子掉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残缺丑陋的脸。自动可怜的帕特落败了，他整个人被布袋人塞进了布袋中。妻子醒来后，她知道丈夫失踪后，立刻带着警察寻找帕特，却只在封锁住的矿洞口找到了一个带血的笛子。帕特却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了。妻子也彻底相信了布袋人的存在，他为了防止孩子再次被抓走，便带着杰克搬到了别的城市。现在将笛子重新归还给了儿子，并告诉他父亲将所有的爱倾注在了笛子上，一定要好好保管。